係咁網友，今日香港股票又跌啦，咁有人話係咪因為韓國嘅局勢緊張啊咁樣？嗱，我睇下韓國嘅股市係點先嚇。韓國股市今日升咗10點喎，冇跌到喎，咁呢個呢，即係好似台海個形勢緊張。今日台灣股票咧係升咗好多，台灣股票升穿2300點，即係受到恐嚇咧，係完全唔驚喎。台灣人咧，因為俾人嚇咗70幾年啦。南韓人咧，因為我哋覺得好緊張，好緊張啊！你問下啲南韓人啦，南韓人一啲都唔驚嘅。我哋睇下今年南韓嘅整體股票嘅整體表現，由2200幾點一年內，升到最高2800幾點，翻落嚟2633點，即係呢樣嘢咧就證明咗一樣嘢咧，就係任何恐怖嘅嘢，你見得多咗之後咧，你就唔驚啊！呢個就係我哋人類嘅一種呢個習性嚟嘅，即係就係譬如咁，你好驚見到死人啦，咁你如果喺殯儀館逼住你喺殯儀館做燒屍嘅，做得1個月咧，你就唔驚。咁但係咧，咁樣有一個危險嘅，就因為咧你就真係即係從來人哋恐嚇打你，最結果都唔打，並不表示佢係永遠都唔打喎。呢個咧就係邏輯嘅歸納法嘅一個錯誤。好啦，我哋先講講呢一個係南韓。其實喺呢個韓戰到而家，佢嘅局勢係幾咁緊張？大家睇下，呢個就係南韓。呢度咧就首爾嚇，大家睇下佢距離前線係幾咁近呢度咧係70-80公里度，即係距離嗰個前線。即係坦白啲嚟講，呢一個朝鮮嘅炮係可以打到首爾嘅，起碼打到一部分首爾。咁你住喺首爾，你驚唔驚啊？呢個係咁呢個就係古代呢3個都係曾經係韓國嘅首都嘅開城、平壤。呢個咧高麗咧就曾經皇室高麗喺開城喺平壤。呢個首爾就以前叫漢城，就係朝鮮李氏開始喺首爾。咁呢個朝鮮咧就係個國都喺平壤，佢特登係縮後啲，等佢冇咁驚。但我話俾你聽咧，朝鮮咧係點都好驚嘅。你諗下，佢呢一個咁樣嘅地方，喂，韓國可以咁樣攻擊佢啦，當然係咪？你嘅海軍係完全比唔上美國同埋南韓㗎嘛？朝鮮其實呢啲地方全部可以攻擊。你可以諗下，如果由呢度如果突襲平壤幾分鐘內就可以斬首呢個金正恩。如果金正恩開個群眾大會露面嘅話，一見到佢，喂，如果有無人機喺呢度，你偵察唔到喎，飛過嚟呢，10分8分鐘呢，就係可以斬首金正恩。呢個係，所以金正恩呢就好驚。佢其實一路都喺好大嘅陰影入邊，就驚斬首。佢喺佢嘅官邸嗰度咧，就有18間建築物，全部有地道相連嘅，全部咧都係佈滿晒呢個特務同埋呢個保護人士，就等你估唔到佢今晚喺邊間屋度住，就係揸佢唔中。當然每一間屋都有地堡啦。嗱，我講俾你聽，有幾樣嘢令到韓國嘅局勢緊張嘅。第一就係朝鮮咧，就話咧，佢要將同韓國同朝鮮徹底呢一個就係分離，就開始炸毀原本係連接韓國同朝鮮嗰啲路同埋鐵路。呢個就係京義線同埋東海線啊。韓軍就喺軍事分界線以南鳴槍警告，佢喺度炸緊。咁呢個韓國咧就好驚嘅，你炸下有啲炸藥聲容乜易係掩蓋咗你進攻呢？嗱，兩條線嘅，一條鐵路線就係咁樣嘅，一條線就東海線。呢兩條線呢，佢都公路同鐵路呢，佢炸斷晒佢，話等兩個國家呢就完全分離啦。
呢個第一，佢係做緊呢樣嘢，佢做緊呢樣嘢。咁有第二點令到佢哋覺得有啲驚嘅嘢係乜嘢咧？嗱，呢兩條線，呢個就係經二線，呢兩條線炸位，呢個就係好啦。金與正出嚟講嘢，佢就話有證據就係顯示南韓嘅無人機係有潛入呢個平壤騷擾平壤。哇！咁呢個好嚴重喎。如果南韓嘅無人機侵入平壤嘅領空，咁呢一個朝鮮會唔會先發制人去打南韓呢？即係咁樣。咁去到呢點呢，我哋要講翻呢一個係韓國嗰方面點講啊？韓國方面咧就講幾樣嘢，呢個就係第一就係咧，如果金正恩敢發動攻勢去打呢一個韓國嘅話咧，佢一定要預備搏命先得。嗱，我講俾你聽，韓國朝鮮有幾多軍隊咧？朝鮮咧係得2000幾萬人，有100萬軍隊。因為咧呢一個金正恩嘅爸爸金正日咧就講先軍政治，即係乜嘢咧都係用軍隊優先嘅。咁咧就係仲有呢個200-300萬嘅後備兵嘅，呢個係，但係兵多冇用啊。南韓咧就有60-70萬兵，但係兩個國家咧嘅武力咧唔係喺同一個層次嘅，即係咧如果真係要開戰嘅話咧，呢個北韓咧如果唔使用核武咧係冇得同南韓打嘅。大家睇過俄烏戰爭都知啦，就係打仗咧就係燒錢嘅。呢一個朝鮮窮成咁啊，即係佢可以就算啊連汽油都唔夠啊，即係可以打幾耐咧？彈藥佢就夠喎，睇見佢供應咁多彈藥，有好多炮彈喎。但係咧好多嘢，啲飛機飛唔飛得起啊，都係成問題嘅。好快就成個朝鮮就已經冇晒防空能力。你睇下俄羅斯嘅防空能力。呢個朝鮮倚仗唯一倚仗嘅就係佢嘅導彈，但最近咧佢射一個軍事衛星咧又係失敗，即係呢個遠程導彈。因為咧佢覺得咧，佢點解要射軍事衛星咧？佢一定要射軍事衛星嚟到監控呢一個南韓啦，亦都咧就顯示佢射到呢個戰略導彈係可以威脅美國，等美國咧係唔敢喐佢嘅。呢個就係咁樣。咁喺呢個咧就係話咧，同埋咧我哋一般人估計咧，佢金正恩啊係不惜同埋呢個本來咧佢爸爸咧就一路勒索美國同日本咧同埋南韓咧就俾啲錢佢，就係咧停止核計劃。金正恩咧就決定咧就一了百了，就係做咗核彈出嚟，保證金氏嘅政權嘅延續。因為佢睇到呢個卡達菲啦，佢同美國達成咗協議，就唔做原子彈。結果內戰嗰陣時咧，就係佢用殘忍手段對付嗰啲叛軍咧。咁美國咧就有幫拖，結果卡達菲咧就俾人哋槍斃咗。金正恩嘅諗法咧就係佢無論如何都要有咗核彈，衝破啲核彈嘅過關。而佢有咗核彈，慢慢咧美國就會接受佢有核彈。只要佢唔再瘋狂地增加核彈，咁於是咧嗰陣時咧佢就可以，佢有咗安全保障咧，就可以同美國講和嚇。點不知咧就美國佢一做核彈咧，就係美國完全唔睬佢。咁呢個咧呢件事咧就已經搞咗10幾年，搞到咧佢話咧近期咧又有好多糧食短缺啊，連啲軍人咧都食唔飽，係有人咧喺街度咧係碌低嘅，喺街度碌低嘅。好啦，嗱呢個尹呢個南韓呢個國安部嘅發言人咧就話，金正恩咧如果夠膽襲擊南韓咧，佢就一定要魚死網破先啦，因為
金正恩最危險嘅就係你係用支槍指住呢個首爾，即係你隨時咧可以打到首爾。而首爾太重要啦，係有呢個南韓嘅40%嘅人口同埋經濟嘅核心。仲有你有原子彈，只要你一喐手呢，南韓呢係別無選擇，就係要立即摧毀晒你全部武器先得。咁我頭先講呢，就當然啦，南韓係2萬幾蚊美金一個人嘅經濟體，呢一個呢，呢個朝鮮呢係2-3千蚊啊，嗰條數都唔係真。即係呢，南韓個經濟力量呢，就係朝鮮嘅20倍到啊！咁咧打落去咧係冇得打，尤其是空軍咧好快俾人掃晒。咁好啦，咁呢一個佢話你除非魚死網破，普通嗰啲朝鮮人咧就冇乜所謂，佢哋話唔掂 nothing to lose， 冇飯食就冇飯食啦。咁但係咧金正恩有咁好嘅生活，佢最驚咧人哋咧就將佢斬首嘅。嗱，而家我講金正恩最驚係乜嘢咧？南韓啊，喺呢個公開咗佢最新嘅元武5啊，佢係接載全球最重嘅8至9噸嘅彈頭。佢話咧，你北韓咧你要驚，你知道南韓咧就專係做呢啲導彈嚟到破北韓嘅。呢一個係元武1同元武2就係彈道嘅。元武3咧就係巡航導彈，元武4就改良元武1，元武5咧就係專係愛嚟轉地嘅，就係因為咧金正恩咧就匿喺地下，呢個彈頭咧係有8至9噸，係世界上最重嘅導彈啊，最重嘅導彈彈頭，咁咧就可以攻破100公尺嘅金正恩碉堡，即係可以將佢斬首嘅。金正恩要做咩之前咧，都要諗諗呢樣嘢嘅。呢個就係其實呢個彈咧就唔夠呢個炸彈之母同炸彈之父咁重嘅。世界上最重嘅炸彈咧就炸彈之父就係嗰陣時蘇聯後來俄國嗰隻就係有40公斤嘅，40噸嘅。呢一個導彈咧係36噸，但係咧就係只要知道你金正恩喺邊度咧，佢可以直接攞你命嘅。好啦，我哋要講下金正恩點解喺呢刻出嚟咧，係要挑釁呢一個南韓咧咁。嗱，首先第一，金正恩登場咁耐咧，佢就去倒落去，就係做呢個核彈。因為咧，佢既係唔驚呢個美國，亦都係驚中國。佢有咗核彈咧，有咗原子彈咧，核武咧，佢先能夠保護自己嘅安全。但係因為佢唔聽話咧，呢一個習近平咧就只係吊住佢條命嘅啫。咁咧就係令到佢嘅生活咧就好困難。最近咧就係同中國嘅關係咧就明顯惡化添。點解咧？話中國咧就扣咗佢啲奢侈品，咁咧就係唔俾面喎。於是咧佢就叫嗰啲外交官咧唔使俾面中國，因為佢揾到個靠山，嗰個靠山咧就係普京。嗱，佢同普京咧就互相利用下。首先咧就係佢已經係運咗根據外媒講啊，運咗300萬個炸彈，300萬個炮彈俾俄國。如果唔係俄國咧，嗰個炮彈咧係唔夠用。佢咧係已經將佢軍工力量咧 gear up 晒，完全咧去做呢個炮彈。而俄國咧就當然係俾燃料佢啦，亦都可以俾啲食物佢啦，韓國。但係即係俄國供應俾佢咧就冇中國咁方便嘅。咁因此咧佢有咗俄國撐腰，中國咧就要俾面俄羅斯。於是咧佢又開始咧就係呢一個係公開表示佢同中共之間係唔啱嘅。去到呢刻，點解佢要挑釁呢一個韓國咧？我要話俾你聽，呢個係因為普京啊
喺俄烏戰爭呢個對峙呢個局勢呢就好痛苦。咁唯一可以令到呢一個美國同西方國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放棄對烏克蘭嘅積極支持呢，就係全國係燒多啲火頭嘅。所以咧，普京咧已經盡晒佢力量咧去撩伊朗㗎啦，希望中東咧可以繼續打落去。中東打落去咧，美國即係你知以色列嘅軍火咧，亦都支持唔到咁耐嘅。美國要將好多軍火運去俾以色列，以色列先可以持續地打落去嘅。因此呢一個俄羅斯不停俾膽呢個伊朗嚇，甚至有人話佢運咗啲剛啱最新用運輸機運咗啲呢個防空導彈過伊朗，可能係 S-500喎，保護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辛嘅安全。但係咧咁樣仲唔夠，咁於是咧佢就喺唯一可以用嘅棋呢個爛頭卒金正恩，再喺東北亞搞事，係唔係咁喐手呢？我相信金正恩係唔敢嘅。但係咧，一定做到個局勢好緊張，希望攞走美國嘅 attention， 希望俄烏戰爭可以支持落去直至到仲有3個禮拜嘅選舉完成，希望 Donald Trump 可以贏咗，咁於是普京就可以用較好嘅條件咧係達成和談呢個就係我嘅睇法。好啦，俏貓貓10月份門市獨家優惠，瘋搶秋日禮遇衫。新登場嘅超市推介，深宵居家速食必備，一邊煲劇一邊睇英超，食炸雞飲啤酒。韓國下廉水牛城雞腿及雞翼，嗰啲汁又野味，配啤酒一流。用氣炸鍋同微波爐就搞掂，200 gram 一包22蚊啫。仲有氣炸雞塊480 gram 55蚊。韓國雞已經好食啦，再配合埋自己嘅炸粉，做到外脆內軟嘅效果，所以韓國炸雞特別出色。所有產品都可以用氣炸鍋、微波爐或者油炸，非常方便。大家記得買嚟試下。10月1號到31號只限門市嘅。